来到京都的第一天，租和服完毕，往酒店的方向走。本次入住的是有着全球最贵百悦名号的京都百悦酒店。酒店位于京都东山区2年半沿线，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隐于历史建筑保护区与自然景观之间，是百悦品牌在日本的第2家分号，也是全球奢华酒店中诠释日式美学与避世哲学的典范。寄予堂 Tonichi 以庭屋一如为设计理念，将京都的千年古韵、四季流转与百悦的现代奢华完美融合，成为探索京都文化与自然之美的理想居所。沿着百悦标志性的低调门牌处边的小路往里走到尽头，就来到了酒店的入口处。热情的服务从此处开始。我们在前往和服店前打车抵达酒店存放行李时，甚至有5位礼宾员同时在此开车门、提行李、确认入住信息与欢迎分工明确。穿过酒店正门后有一个花园，这里叫普利兹克花园，以凯悦酒店集团执行主席托马斯 ·J· 普利兹克的名字命名，景观设计师为北山康夫。普利兹克先生从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家中捐赠了31块拥有3亿多年历史的石头，放置在欢迎花园中。我怎么感觉石头有几亿年历史好像也不是很困难？有眼力好的小伙伴暂停数一数，是31块石头吗？这里有一块小牌，牌上写了这个花园的介绍，都被我抄来了，上面还写了酒店开业于2019年10月。再回顾一下这个欢迎花园吧，它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瑞心亭。进入第2道门，左边是通往酒店大堂，右边是酒店的餐厅 Bistro， 偏向西餐厅，早餐也在这家餐厅。这是一家西餐厅，牛排套餐拥有无限量的薯条供应。我们在这里用掉了小程序预订赠送的100美金消费额度，味道也还不错。回身再看一眼欢迎花园吧，还是京都四季的庭院更好哦，这个略简单。去办入住啦，再瞅瞅这水景，2月的京都还是很冷的，都结冰了。人太多了，社恐发作，忘了拍视频，看看照片吧。全程坐着办理入住，每人可以点1杯欢迎饮品，我点了日本酒，是真的够火哦。帅帅的法国小哥带我们去房间了。酒店的服务人员以欧美人为主，日本人不多，看得出来客群主要面向欧美游客，他们甚至看不懂日文。你们可是日本的酒店爱，中国游客也很多，特别是在八坂铁板烧餐厅，不好吃的漂亮饭。不过貌似只有2位台湾省服务人员会中文呢。这小哥真的很帅。先带我们去3楼，介绍一下健身房和浴室。又是一家没有泳池的奢牌酒店呢。没泳池在我国是不是5星都评不上？呵呵。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听不懂。24小时开放的健身房。健身房颇具日式风情，全套泰诺健的健身器材分布在过道2侧。对不起，差点平地摔。力量区差评，器材不多，小而精的一间健身房，随处可见的和纸窗和舒服的灯光颇具日式风情。这里的台子上提供冰水、冰毛巾，还有一个淡绿色的柠檬排毒水。溜了，去房间了，需要前往5楼换乘1次电梯。左手边是一个类似茶室的阅读空间，继玉堂先生设计的许多酒店都拥有类似的空间，提供饮用水和一些介绍酒店历史的书籍。窗外正对金大和餐厅的庭院景色，回头的窗外是东山区的标志景观八坂塔、法官寺。米其林1星金大和漂亮的庭院，即使你是酒店住客，也无法通过这里通道的门刷卡进入。差评：我们提前1个月发邮件向酒店预约金大和餐厅，但它仍然约满了。这里回头就是前面的照片景色，2年版的街道与八坂塔。通道2侧是庭院景观，带有自动喷淋装置，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云雾缭绕，再次表达不可进入的遗憾。右边墓地景有一点点瘆人，建议再多种几棵树挡住。一扇需要刷卡进入的电动门，终于要到房间啦。出门又是一处茶室的休闲空间。换乘电梯。601应该是这家酒店除了套房外景色第2好的房间啦。第一是楼上的701，2间房面积均为68平米，601为房型为豪华房，701为豪华景观房。普通房型的面积为45平米。进门为玄关空间，衣柜和行李架在左侧，行李已经提前送入了房间。小哥开始介绍房间啦，叽里呱啦，对不起，我的英语太差了，听不懂。Mini bar 除了茶包、胶囊咖啡外，全部收费。杯具只有4瓶水可以喝，京都特产的玻璃瓶福建水，喝不出任何区别。
这个卫生间带回家。天花板贴满华丽的金箔，双台盆洗手间与一整面镜子，灯光设计得非常好，连死亡顶灯都不死亡了。双人丝毫不挤的浴缸，大屏了报备屏，不是小屏差屏。夸张的层高，浓厚的日式风格，白蜡木的天花板，两扇和纸屏风将风景遮住。没错，这一扇打不开，因为它正对着的就是墓地，史诗级木景房了。沙发等家具均为某意大利进口品牌，啥牌子忘了，反正我买不起。再看一眼这个想打包回家的浴室吧。这面全身镜后为自动马桶 ，TOTO 的旗舰款，忘记拍了，但好用，自动开盖迎客。赠送的香槟、蛋糕，欢迎卡片蛋糕，好吃。打开屏风，看看窗外吧。啊！屋檐连接着远处的八板塔，右侧建筑为金大河的主楼，远处的爱宕山。哦，自带摄影师开动。让我们去这家酒店4楼最著名的观景平台看看吧。庭院为什么不给我进去？呜呜！金大河餐厅所在的土地最早属于佛教寺庙，后成为西本愿寺的一部分。在19世纪幕府末期，金大河简朴的木质大厅和榻榻米房间成为最后一代武士秘密会议的场所，就是这栋楼吗？酒店最好的观景位，左侧是铁板烧餐厅，右侧是酒吧。如果不住店，也非常建议前来打卡，日落时分可以拍出人生照片。在酒店4周闲逛完毕，回房间休息，和服拍照真的耗体力。甩啊甩甩啊甩！遇上了定时喷淋，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巨大的整面落地窗直通脚下，给人一种漂浮的感觉。55寸索尼电视可以看奈飞，这是一张3米宽的巨大床。这个房型实际是一间双床房，但酒店会帮你把2张1.5米的床拼起来。他们哪找的这么大被子和床单？哈哈，太爽了！某人正在臭美。这个淋浴间做了斜坡设计，洗澡的水不会流到外面，好平。纪念日快乐，好吃的草莓蛋糕。怎么也看不够的景。最美的夕阳，该吃晚饭喽。铁板烧餐厅正对日落，太美了。这家餐厅的位置顺序是你越早预定越靠左，提前2月预定的，我们喜提左偏1、2，只能扭头观景，所以要正面位置，请不要太早。还是来看看夜景吧。这个好吃，完全入夜。赠送的纪念日巧克力，这个也好吃。这是一段某人成功买到31 bag 的嘚瑟，又被我忽悠的放弃了菜篮子，嘻嘻。31 bag 小号推金，25p 的31 bag 只有 mini 才可以把链条拆下来，小号不可以，只能藏在包里。不知道为什么5金件没有保护膜，也没有雪离子保护，一度以为买了个2手。万幸5金没有划痕，检查了是全新。务必避雷大阪南波高岛屋的香奈儿，一开始说只有1个样品，后来 battle 一番拿出了全新，但连开单水都要主动要。但京都高岛屋的服务态度极佳。嘚瑟结束，留作纪念。一些美景。早饭炒面好吃，水果不限量好吃。再来平台看一眼。来 Bistro 餐厅吃中饭了，这个奶油袋子和青口好吃。退房之后第2天的大雪，呜呜，错过了雪景，遗憾。最后就用夕阳结尾吧，希望明年还能再见，拜拜啦。